家最近刷到这场重逢视频了吗？一边是扎根沙漠种树半辈子的中国奶奶，一边是远在大洋彼岸惦记承诺20多年的美国老人。27年前一笔简简单单的善意捐助，27年后兑现成一片茫茫林海，跨越山海，跨越国界，跨越半生时光。在现在满是分歧和博弈的中美舆论里，这两个普通人的故事真的狠狠治愈了所有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谁能想到，一场时隔27年的重逢，能让全网集体泪目？8月23日，内蒙古鄂尔多斯机场没有盛大排场，没有刻意炒作，却上演了今年最戳人心的一幕：治沙英雄殷玉珍和阔别20多年的美国友人塞考斯终于再次相见。两个人没有多余的客套话，快步奔向对方，紧紧相拥，双双红了眼眶，落泪哽咽。现场所有人看了全都动容，这场始于1999年的善意，这场坚守了27年的约定，终于迎来了最圆满的结局。可能很多人好奇，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渊源？为什么时隔近30年还能彼此念念不忘？故事还得从1999年说起。当年，塞考斯本名罗纳德·萨科尔斯基，跟着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，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历史老师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，瞬间被彻底打动。那时候的茅屋肃沙漠，漫天黄沙，遮天蔽日，环境恶劣到极致。殷玉珍1985年嫁进沙地，一辈子被困在黄沙里。住的是半截埋进沙里的地窖，大风天根本推不开房门，只能爬窗户进来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改变黄沙漫天的处境，他下定决心种树治沙，一棵一棵摸索着种，种死了再补种，反反复复和沙漠死磕。到1999年，殷玉珍已经硬生生在荒漠里种活了3万多苗树，靠一己之力对抗漫漫黄沙。远在洛阳的塞考斯看完他的故事，心里久久无法平静。一个普通农村妇女，没有人支持，没有资金，仅凭一股韧劲和执念，在荒芜沙漠里拼命种树护土，这份坚持真的太难得了。于是塞考斯主动行动起来，他本身薪资并不高，却花了整整2个月时间，挨个联系美国的机构、基金会和身边友人，四处奔走募集善款，最后凑到了$5000，专程托人捐给了远在内蒙古沙漠的殷玉珍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1999年的$5000没有什么概念，放在当年的中国农村，这绝对是一笔不敢想象的巨款。殷玉珍事后接受采访时也坦言，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当时心里又感动又忐忑，感动于素不相识的外国人愿意伸出援手，忐忑于这份沉甸甸的善意，生怕自己辜负。心怀感恩的他，1分钱都没用来改善自己的艰苦生活，只特意留下$1做永久纪念，剩下的全部拿来购置树苗、修缮沙地水利，前前后后一共买进5万多棵树苗，全部栽进荒芜的茅屋肃沙地。2000年，放心不下的塞考斯特意专程来到中国，亲自走进茅屋肃沙地，实地看看这片他牵挂的土地。可当时映入眼帘的，依旧是一望无际的黄沙，零星的幼苗脆弱又单薄，狂风一吹就摇摇欲坠。看着满目荒芜的沙地，塞考斯心里忍不住犯嘀咕：这样贫瘠的土地，真的能变成郁郁葱葱的森林吗？面对他的迟疑，朴实的殷玉珍没有多说华丽的空话，只默默许下一个承诺：你过几年再回来看看，我一定把这片黄沙变成一片茂密的森林。那时候两个人语言不通，一个不会中文，一个不会英文，交流全靠眼神和心意相通。可就是这份无声的默契，让2颗热爱自然、心怀善意的心紧紧相连。殷玉珍心里始终记着，这是远方陌生人的信任和善意，绝对不能辜负。塞考斯也打心底敬佩这个坚韧的中国女性，坚信她能创造奇迹。那次见面，两人拍下了珍贵的合影，成为彼此留存的念想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次短暂的相见之后，两人就此断了联系，一别就是20多年。树苗慢慢扎根，慢慢长大，昔日的黄沙一点点染上绿意，可赠予善意的恩人却再也没有音讯。这么多年，殷玉珍从来没有忘记过塞考斯，他常年受邀出国分享治沙经验，每次出门都会随身带着当年的合影，逢人就打听塞考斯的消息。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心愿，一定要找到这位恩人，亲口告诉他，当年的承诺我兑现了，你捐赠的树苗真的长成大片森林了。
奈何早年跨国通讯不便，跨国寻人堪比大海捞针，一次次寻找，一次次落空。这份念想一藏就是20多年，直到今年5月，在媒体记者的建议下，殷玉珍终于发布全网寻人视频，诚恳呼唤赛考斯的名字，希望他能回来看看这片由善意浇灌而成的绿洲。谁也没料到，这条视频一经发出，瞬间刷屏全网，无数网友自发接力寻人，国内网友扩散转发，海外网友帮忙摸排线索，仅仅26个小时就成功找到了远在美国匹兹堡已经退休的赛考斯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殷玉珍坐在机场泪流不止，她万万没想到，无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愿意帮她完成这场跨越半生的寻找。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接到电话时正在环球旅行，听闻当年的5万棵树苗已成林海，听闻殷玉珍苦苦找了他20多年，老人当场哽咽动容。5月18日，两人终于实现线上重逢，隔着屏幕跨越万里山海，殷玉珍哽咽说出藏了半辈子的话 You are my brother。 赛考斯也当即许诺，一定要再来中国，再和他一起种下新的树苗。时隔3个月，这份承诺终于落地。8月23日凌晨2点多，赛考斯落地北京机场，刚出关就难掩激动，一遍遍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念叨：“我回来了。”他坦言，看到北京灯火璀璨的那一刻，才真切感受到自己回到了第二故乡。在他心里，这片承载着善意与希望的土地早已是故乡。重逢之后，两人又携手重回茅屋肃沙地，亲手种下一棵中美民间友谊树。这份跨越国界、跨越岁月的温柔情谊，在这片重生的土地上继续生根、延续、生长。这世间最动人的双向奔赴，大抵就是如此。你赠我善意，我守诺半生，岁月无言，林海为证。看完这场治愈无数人的重逢，很多人都会感慨，到底是什么样的韧劲，能让一个普通女人守着一片黄沙，坚持种树治沙40余年？这么说吧，赛考斯的5000美元是善意的开端，但真正创造茅屋素奇迹的是殷玉珍一辈子不放弃的坚守。1985年，19岁的殷玉珍遵从婚嫁习俗，嫁到了茅屋素沙漠深处。那时候的茅屋素是名副其实的死亡沙地，黄沙漫天，寸草不生，风沙肆虐是常态。一年四季狂风不断，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，庄稼根本种不活，居住环境恶劣到极致。他住的土窑常年被黄沙掩埋，大风天气根本无法正常出行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看着漫天黄沙吞噬家园，看着身边人常年受风沙困扰，殷玉珍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种树治沙，哪怕只改变一点点，也要让这片土地变绿变好。刚开始种树的日子，难道让人绝望？没有树苗，没有水源，没有工具，更没有任何人帮忙，所有事情都只能靠自己。为了换树苗，他狠心卖掉家里唯一一条能下崽的3条腿母羊，换来600棵小树苗。他以为终于可以开始种树治沙，可残酷的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击。第一场沙尘暴来袭，娇嫩的树苗尽数被风沙摧残，最后活下来的不到10棵。看着辛辛苦苦换来的树苗尽数枯萎，殷玉珍躲在沙地里哭了整整1晚，满心委屈，满心无力。可天亮之后，他擦干眼泪，拿起铁锹继续种树。他心里清楚，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要自己放弃，这片沙地永远都是黄沙遍野。为了攒钱买树苗，他放下所有体面，四处打工挣钱，不管多累多苦的活都愿意干，哪怕工钱不要，只求能换来几棵树苗。沙地种树不比平地，土质贫瘠，风沙猛烈，水源匮乏，种树难，养活更难。每一棵树苗都需要他反复浇水、固沙、养护，反反复复悉心照料。种死了就重新种，刮风刮倒了就重新敷，黄沙掩埋了就重新清理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别人嫌沙地苦，沙地累，纷纷搬离出走，只有他偏要逆势而行，死死守住这片家园，和黄沙死磕到底。1999年，赛考斯的善意捐助成了他治沙路上最珍贵的助力。5万多棵树苗让他的治沙之路有了更大的底气，也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坚持从来不是无用功。远方有人在默默期待这片土地的蜕变，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信任，让殷玉珍更加不敢懈怠，拼尽全力养护每一棵树苗，深耕每一寸沙地。他始终记得自己对赛考斯的承诺，记得那份跨越山海的善意，一定要让黄沙变绿洲，绝对不辜负陌生人的信任与温柔。40多年光阴流转，曾经的年轻姑娘熬成了满脸风霜的老人，曾经粗糙的铁锹磨了一把又一把，曾经荒漠的沙地彻底换了模样。当年那5万多棵树苗
早已长成参天大树，连片成林，郁郁葱葱。这么多年，殷玉珍累计治理沙地7万多亩，栽种树木800多万棵，硬生生在毛乌素沙漠腹地种出了一片辽阔无垠的绿色林海。谁能想到，这片生机勃勃的绿洲，几十年前还是人人避之不及的荒漠沙地。如今的毛乌素沙地早已彻底摆脱黄沙漫天的标签，实现了颠覆性的生态逆转。曾经遮天蔽日的风沙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树林、茂盛的植被。曾经贫瘠荒芜的土地，如今草木丛生，绿意盎然。曾经恶劣的居住环境变得宜居宜业，生机勃勃。以前往返沙地颠簸4小时的土路，现在1个半小时就能顺畅通行，道路平整，绿意随行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由衷震撼。很多人总觉得奇迹都是宏大的、遥远的，可殷玉珍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所有惊天动地的奇迹，不过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。27年前5000美元的善意，渺小却纯粹；40余年种树之沙的坚持，平凡却伟大。政客们总在博弈较量，制造对立，可普通人的善意、坚守与热爱，从来不分国界，也从未缺席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